来关心的是中东战火燃烧之外，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战火持续的燃烧，就是今天要来关心到的南亚地区的战火同步点燃了。赶快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跟阿富汗正式的开战。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首都两个地方，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克巴尔，还有它的坎达哈等等的重要城市展开了全面的空袭。主要的冲突核心还是2点哦。第一点就是这个是殖民时代画下的杜兰线。第二个事情就是有关于俾路支的问题，常年牵动的分离的一个势力。赶快来看一下，过去几年双方都是小打小闹，没有想到这一次巴基斯坦就开始直接宣布进入了战争，进入了一个开战的动态。那么现在的战机如何？来自于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双方都有自己的说法。巴基斯坦说了，他击毙300名阿富汗士兵跟武装的势力。那么塔利班最高领袖跟多名的高级官员更在空袭中身亡了，这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说法。阿富汗怎么说呢？他说，超过巴基斯坦80名的巴基斯坦士兵都阵亡了，还虏获了一架来自于巴基斯坦军机的飞行员。重点来了，双方在去年10月才停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全面开战呢？现在专家特别解说，他们认为就是因为中东的战火现在持续的延烧，引发了西方国家跟印度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美伊战争当中了，所以这个巴基斯坦才趁这个空档时间、破口时间发动了战力。介大使怎么看巴基斯坦这一次的出手？主要的关键？对，当然就是时机啦。不过巴基斯坦的这个外长啊，前一阵子啊，突然出现在印度，跑到印度去访问了，就是公开跟印度怎么讲？好像是联手，这个对巴基斯坦来讲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巴基斯坦在打这个阿富汗的时候，他也特别指责了印度，他说印度是这个地区的一个乱源。那印度当然就是巴基斯坦的敌人，就是印度的朋友。那他要靠这个在巴基斯坦之内的，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来颠覆印度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安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很多重因素下，让巴基斯坦下定决心来进行一个整顿。不过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它的老问题。那谁种下的这个导火线呢？又是英国人。英国人当时在统治这边巴基斯坦也是他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还没有了，那时候只有个印度，对不对？印度跟这个阿富汗之间呢，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他在印度跟阿富汗中间画了一条线，这条线画得很过分，把当初的这个普什图人，不是普什图人的这个土地中间给你画一条线，一半属于阿富汗，一半属于谁？一半属于当时英国的印度，就留下了一个种族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啊。那你知道普什图人是这个阿富汗的主体民族，阿富汗也是多民族国家。普什图人大概占43%，那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可是他在巴基斯坦的这个所有的人口也占14%，可是就普什图人他两边都有，所以呢，当时在70年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这个攻占阿富汗的时候，那个时候巴基斯坦是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们就暗中扶持了现在的塔利班。所以塔利班跟巴基斯坦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是呢，随着战争的打一打，很多这些在这个普什图的塔利班呢，在这个阿富汗被剿了，不管是被当时苏联剿还是被美军剿，他就逃到这个巴基斯坦境内。所以巴基斯坦也成立了一个塔利班，叫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那巴塔最后呢，变成了他的民族主义爆发，手上有了一个武器，民族主义爆发就变成巴基斯坦内部的分离主义，所以呢，他们寻求独立。那这对巴基斯坦呢是他的一个核心利益的挑战，再加上印度在后面怎么给枪给炮，给支持，听说还有美国，所以这个是巴基斯坦在它的西部的国土里面的一个隐患。它必须要解决的，再加上印度跟这些所谓的
巴基斯坦塔利班结合以后呢，再加上再跟这个巴塔阿塔联手，再加上印度，所以三者一结合，那巴基斯坦就动手了。是，好，那同样的问题，尚志哥呢？我想过去其实巴基斯坦跟这个阿富汗之间都比较多都是边界纠纷跟一些军事的摩擦，没有像这么大规模。可是我们毕竟还是从地理位置上，如果大家来看现在除了中东地区之外，靠近中亚这边中东地区，其实就是伊朗州旁边就是阿富汗，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接壤，巴基斯坦就是在刚刚大人讲的，就在印度跟阿富汗之间，某方面它在处在一个夹击的状态。所以确实这两边，它东边跟西边，一旦这双方稍微大家眉来眼去，我觉得巴基斯坦就会非常大的警觉，它避免要夹击。所以是不是也是一种预防性的这种攻击，跟川普一样的？第二个还是在军事实力啦。他这次其实巴基斯坦主导，如果不是这些年包括中国大陆给他军事的赋能，他现在包括军事实力上远远赢过这个阿富汗。阿富汗现在不算是一个过往我们思考当中国家的这样的军事实力。塔利班政权在美国之后把阿富汗其实丢在一边之后呢，它里头就野蛮生长，也并没有在经济或经贸乃至军事实力上当中，这10几年来是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还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所谓这种野战的状态。所以巴基斯坦相对来说真的是正规军哦，所以这次打阿富汗为什么打的真的是摧枯拉朽？当然我认为第三个最大的状况还是在于最近因为所有的整个大家的关注都是在中东，先前紧张情势，隐约还是觉得巴基斯坦有点趁火打劫了。就是说，他现在打的时候，如果换做平时啊，大家会很关注在南亚这一带的冲突，以巴基斯坦难道你要并吞部分阿富汗的土地吗？但是现在没有人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中东打的这个是有美国在，老大哥在打战，你们小弟小猫咪在旁边打，没有人特别在意，所以这就使得巴基斯坦看起来这次是有所准备。从过去已经试探了几次打塔利班打得很顺手，这一次的话就全面开打。好，那我们也来稍微比一下目前的战力，就是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战力其实是远远胜于阿富汗的。尤其我们要来看到现役军人的数量，巴基斯坦66万名现役军人，那阿富汗17万。再来就是装甲车的数量，巴基斯坦有6000多辆。装甲车。那么我们来看到阿富汗，它是使用的是老旧的苏联时代的存量，主要就是战机了。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有465架作战的飞机，那包含了枭龙，还有美军的 F-16跟幻象等等。但是我们看到阿富汗没有任何战机，只有6架飞机、23架直升机。再来，重点是巴基斯坦拥有核武，有170枚的核弹头。干哥怎么看？阿富汗会不会危险了？不是，我们不能用他们2个国家的边境冲突，都是回教国家，都是穆斯林，他们2个人他们的对打是不同量级的，不要搞错。巴基斯坦他的敌人是谁？是印度。印度是什么样的国家？印度要从全世界前面排名排过来的，所以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要到60万名，他的设想是我的对手是那种对手，是重量级对手。那他现在对于阿富汗不能说教训，我们不能这样讲。永远不要忘记，在历史上，阿富汗的普什图人没有被打败过，连波斯都没有办法打败他，连蒙古都没有办法打败他。到了俄罗斯，1980年去攻占阿富汗，最后是被打跑了。美国驻军20年，是自己撤退的。到现在为止，阿富汗还是阿富汗。所以今天我并不是说巴基斯坦是在教训阿富汗，不是这个意思。你打不过普什图人的这个民族非常坚韧的，可是阿富汗现在是多么悲惨的一个环境。塔利班拿回政权之后，妇女变得更可怜，不能上大学，不能受教育。如果发生了任何的通奸案的话，是被乱石砸死。这就是伊斯兰的法典。所以你要知道，美国占领的那20年，到底他留下什么？他什么都没留下，他就留下一个烂摊子给你。所以我真的不晓得，你知道美国在阿富汗死了多少人吗？6000人而已。阿富汗被美国占领20年，死了多少人？9万人。然后美国花了不是1亿啊，是1兆1000亿美金，换得的是阿富汗现在还是在神学式的政权的手中。所以我真的很觉得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之间的边界冲突真的老实讲一句，对于世人一点帮助都没有。是怎么样让阿富汗从这个
它就像伊朗一样嘛，所以你知道伊朗已经30年没有买过一架新飞机了。我今天特别带来，没有买过一架新飞机，伊朗已经没有买过一架新飞机，阿富汗是50年没有新飞机，所以怎么打？他没有办法跟你打，但你不要打他，你占不到便宜。我是觉得伊朗跟阿富汗同样都有那种历史上的那种，就是宿命啊，就是悲惨的宿命。他们是很优秀，但是他们是在现在很可怜。